男人只是用叶子擦了擦眼，没想到下一秒就看见牛头马面正在庙里下棋。随后他走到二人面前，将事先准备好的美酒好菜摆在了桌上。马面见状高兴坏了，因为两人出地府前还不曾吃过晚饭，直夸男人真是有心了。随后他们便大快朵颐地吃了起来。然而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短，牛头马面看得出来男人这是有求于他们，于是就让他直说。男人这才说出自己所求，表示自己有个儿子，今晚就是他的忌日，所以他恳求牛头马面能高抬贵手放他儿子一命。听完，马面便看了眼手里的勾魂令牌，上面写的正是男人的儿子王进财。牛头马面顿时勃然大怒，表示地府律法森严，阎王让谁3更死，他必活不到5更。随后起身准备去勾王进财的魂，不料此时两人顿感一阵头晕，他们这才反应过来是那些饭菜有问题。原来男人知道这招不一定能成，所以提前在菜里下了迷魂药。看着牛头马面消失不见，此时男人不禁感叹，那个算命师真有2把刷子。原来就在昨天，老王路过一个算命摊，明日就是他儿子的生辰，所以就想让算命师给他算一算他儿子的前途。不料不算不知道，一算吓一跳。算命师表示王进才活不过明天晚上。老王听后连忙请教算命师该怎么办。算命师看他救子心切，于是就告诉了他破解之法。此时双击留下一句逢凶化吉，未来必定会顺风顺水的好运连连。算命师让他事先准备好饭菜，带去城隍庙，再用柳树叶子开天眼，这才发生了故事开头的一幕。而老王的儿子王进财其实是个罪恶滔天的恶鬼。23年前，牛头马面奉命前去逮捕一个恶鬼，怎料这恶鬼极其狡猾，趁机附身在王家的奶妈身上，让勾魂令牌失去作用。恶鬼控制奶妈进入王府，恰巧赶上王夫人产下幼子，于是恶鬼便趁机投胎到了王家，成了老王的独子王进财。然而这一次牛头马面再一次勾魂失败，阎王得知后勃然大怒，当即下令撤去两人的职位，贬为鬼差。然而生死轮回自有定数，王进财虽然在父亲的帮助下逃过一劫，可是随着他年龄的增长，他每晚都会感到蚀骨之痛，而这么多年老王对他的疼爱也成功感化了恶鬼。最终他决定跟随牛头马面返回地府。